嗨，大家好，我是姚安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光疗。那我在这边讲的光疗是可卸除式的光疗。你们可能做功课的时候会看到可卸除式、不可卸除式的。那不可卸除式的就是凝胶。就是它会帮你涂一坨东西去盖住你的指甲，然后也可以让你延甲，然后它照光会变硬，变成有点像是假的指甲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你在卸甲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那个凝胶用机器磨掉，很多粉尘、飞粉，很像你在磨指甲会掉的那些白色屑屑，那种就是不可卸除式的。那我今天就不会讲那一些。因为我是非常新手的人，我讲的就是一般卸除式的指甲，它其实就像一般指甲油啦，你也会用底胶啊，然后你自己的指甲油，然后再封层，然后最后要敷卸除液，把色胶给卸掉。那这一种就是可卸除式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最容易基本入门的。今天我就是讲这一个方面的，因为我跟了团购，还有去了美容展。我现在还是非常的新手，但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些入手光疗的选择，就是想要分享我的经验，不要跟我一样耍笨了。因为我的例子就是花钱买经验，就是可能一些我可以改进的地方，那你们以后要买，就是你可以知道说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不是说跟团购或是去美容展就是最好的。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你不计较你省了那100块、200块的人，那这支影片可能就对你没有那么的有帮助。因为我这支影片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可以省掉一些不必要花的钱。3月中的时候，我跟了一个网红开的光疗团购，他团购的是这一个牌子，叫做 RCM， 它是缩写，它全名是 Red Carpet Manicure。那我买的是光疗组，那就是它有送这一个机器，这一个机器它是6瓦的，瓦数比较低的，它的照光能力会稍微弱一点，所以它这个是要照45秒，但是它没有其他的选择性，你按一次开关，它一次就45秒，它没有其他你想要选30秒、20秒、15秒，没有办法这样，你可以自己在内心默数啦。如果你没有照完，你就再按一下把它关掉。哦，对，我刚刚有检查一下，它的插头是110到240伏特的，所以你是可以出国玩的时候用，那你就是再接另外一个转接头。我在跟这个团购之前，我也有上网看说这一个光疗机值不值得使用，可能有更大瓦数的啊，或者是更好用的。但我觉得这机器也真的蛮适合新手的，因为它里面你看它这一块，它是镜子，不同的角度。上面、前面跟侧边都是镜子，所以它不是说你要一直调角度，可能侧面照不到啊。我觉得大拇指是最难找到的，所以你不用怕说我要调到哪一个最好的角度之类的。那这个光疗组呢，我好像是买1699，大概1700这个价位。它里面就是附机器嘛，然后清洁液、平衡剂、底胶、封层胶。卸除液还有指缘油，这一些是基本光疗步骤会使用到的产品，所以它就是帮你配好，它还有给你一个操作使用流程，所以你就不用在那边思考说怎么办，那我现在这一步是要用什么，然后要用什么产品，或者是有一些疑问，觉得我是不是漏了一些步骤啊什么的，它就是帮你用好最基本的步骤。你跟着它的说明使用，你就可以完成你最基本的光疗指彩。那我另外还有在买他们的色胶，色胶就是指甲油胶，就是可以照灯的指甲油。它用起来的感觉其实跟一般的指甲油蛮像的，也是水水的。但如果你可能放很久，没有关紧，一直接触空气，它还是会变得有一点黏黏的，会变得比较不好涂。那其实我在跟这个团购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说，其实美容展已经不远了。美容展大概是4月初的时候，所以我当下其实不知道有更便宜的色胶。
我不知道，我就是脑袋里面就是一直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说这种光疗的指甲油是比较贵的，因为我就没有先做功课。我在跟这个团购的时候，我没有先去看其他指甲油胶的选择，所以我才在团购的时候，我先买了2个色胶来试用看看。它这个牌子的色胶好像原价是500多块吧，那时候我买的一个是特价200多块。所以其实它不是最便宜的，但是我那时候当下的心态就是觉得，我先买来试用看看，我先把整个流程顺过一次，它一组的就先帮新手煮好，它团购有团购的好处，我就是省那个时间，我不用在那边研究说我要买哪一个牌子的胶，我的步骤会需要用到什么胶，我就是用钱去换一个方便啦。如果你是一个很懒得研究的人，然后你有一点闲钱，那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团购的话，你就可以跟。那去美容展的好处就是，当下你可以看到食品，比较大的厂商，他们的摊位就比较大嘛，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一整面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颜色，不只是那种素色的。我现在手上擦的是里面有一种那种大理石斑纹的感觉，还有猫眼石啊。光透型的啊，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然后他都会准备那种一本或是一整排甲片，让你去比对说那个颜色真的擦出来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用你的指甲去比对说适不适合你的颜色。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看准了他要什么东西，在那边买就是可以直接带回家，不像网购需要等。但是很多大店结账都要排很久，因为我去过2次。我2次都是在第一天去的，第一天都很多人，那时候就觉得哈，我真的要买吗？因为他对我真的排很长，我可能过了10分钟，他对我还是一样长。我最后是有选一家买，然后那一家就是6点结束，6点还没有结账完成，然后警卫就在那边赶，你就会觉得那个气有点差。你要早点去，因为你挑还需要时间，你排队的时间更长。除非你们是2个人一起去，一个人先排队，一个人挑，然后这样轮流。那个等结账真的非常浪费时间。我美容展看下来，我觉得工具类的比较没有便宜，因为工具类的它其实成本价很低，它在展就会卖的比较贵一点。那时候想要买一个推棒，但那个推棒可能要100块，在虾皮上面看就是几十块而已。所以如果你可能需要买工具的人，美容展就比较不适合。我觉得那些工具那些价位真的都是骗新手的钱，因为它就卖比较贵嘛。指甲油胶的话，现场跟虾皮上面卖的价钱就是一样，然后有的特价也是差不多那样。美容展的话也是跟百货公司周年庆一样，就是你满多少他会送你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买的指甲油胶没有那么多罐，我最后其实就是结账的时候在那边问说可不可以一起凑这样子，我以为他买超少的，但他结账结下来，除了我的之外，他好像花了5000多块吧，所以他就拿到了什么手持的照灯啊，还什么什么的，他得到的赠品还不错。那我最后买的牌子是 Infinlink 的，我买了6罐，1罐底胶，1罐封层胶，跟1罐雾面的封层胶。而且它雾面的封层胶是写说像是皮的雾面，而且它这个罐子其实每次都有点看不太出来它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还买了另外3罐，我觉得就是一般指甲油你没有办法做出来的那种效果。我买的1罐是就是一般单色的，然后颜色比较特别一点。我买了1罐这种像猫眼石的来试用看看，然后还有1罐是它是这种比较不饱和的色彩，但它里面就是那种碎金箔的感觉，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在那边用，它里面就是有那种金箔感，已经帮你用好了。然后我后来上网还有再另外买一个颜色，是我当下看的很喜欢，后来决定没有买，后来又上网订的，就是我现在手上擦的这个灰色，它里面就是有这种像是大理石纹一粒一粒的，比我想象中的再稍微不饱和一点，不是今天的重点。那美容展我觉得是要先做好功课再去，很多人去那边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买什么了，他们可能就是去比对颜色啊，其实很多人在挑，那你新手可能就会被那个阵仗吓到。
我去了第二次还是有被吓到。我第一次去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美甲在干嘛，然后第二次去就是前阵子，我已经先做过一次光疗了，我还是有被产品的多样性吓到。很多进阶的产品，你可能是那种，我需要这个吗？要买这个吗？我觉得美容展是你可能想要深入研究的人会比较适合一点，新手的话可能就是去买色胶就可以了，跟我一样。但是团购跟美容展不是常有的事情，美容展就是1年2次，4月跟9月，春季、秋季各有一个。那团购的话，可能就是要看你追踪的那个网红有没有在开团购。其实我好久以前就有听说过光疗多么的方便，但是我就是有点懒得去做功课。然后刚好我新追踪的那个网红有开这个团购，我就觉得那刚好可以入手。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机器可以买二手的，但等于是说如果我买二手的话，变成是其他那些什么胶啊，我就要自己去做功课。我就觉得太多样产品了，弄得眼花缭乱的，有一点点像是跟化妆一样，太多可以选择的东西了。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入手光疗，但是没有美容展，没有团购，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到说光疗植彩要做的每一个步骤，那你会用到什么产品？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你选产品那个当下，你会觉得选项太多，太多厂商在做了，你有点不知道说你要买哪个牌子的。然后网络上可能会很多人在那边有不同的意见，觉得某个牌子比较好，某个牌子比较烂什么的。那我自己看下来的感觉是，美容展会有的厂商，会有的牌子，其实美甲师都有在用。你们可以去美容展的官网上面去参考那一些有参展的厂商，你们可以先买那一些牌子的东西。像我买的这个啊 Infinlink， 我后来才发现是美甲师在考试会用到的牌子，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下手。那这一些牌子在虾皮上面都买得到，其实特价也差不多，而且在虾皮上面也有免运啊，可以用一些折价券什么的，就是也可以省那几十块啦。如果你一开始只是想练习，想知道自己做不做得来，那你可以去买二手的灯。那胶的部分你就可以使用有 SGS 认证的牌子，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怕你买到烂的，会害你觉得光疗不好用。因为它这个照光是它会变成它是一片东西粘在你的指甲上面的感觉。因为我有看过有人分享说，可能用到比较不好的封层胶，指甲就容易从边缘尖端这边翘起来。如果从尖端翘起来的话，你的指甲的颜色就会慢慢的剥落。那在美容展看的价位，它每个胶的价位都有点不太一样，有200的、300的、400的，但它都会有一些组合价，就是你买3送1，买2送1，然后当然是买越多支越便宜。那买下来一瓶大概就是200多块，200块这样子。那当然你买更多，可能超过10罐、20罐，那它就会变成平均1罐才100多块而已。当然这个价位呢，是比一般市面上药妆店会卖的指甲油，一般你们要这样子摆着等2个小时干的那种指甲油是比较贵的。当然你在虾皮上面也是可以看到指甲油胶油不到100块的，但那种我就有点觉得那个品质可能有差哦。我会有点怕啦，会怕买的不好用。我觉得我一开始入手的价位是有一点偏高的。那接下来我就是要推坑给大家，如果你对植彩、你对指甲油有兴趣的人，我自己用下来是觉得非常值得。它这个坑真的很深。我觉得使用光疗最有感的一点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在那边等。像我买的这个可能照光照比较久，我可能封层的时候会照个2次。好，你慢慢在那边搞好了，你顶多弄1个小时吧。但是1个小时之后，我已经擦好，我已经干了，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事了。但是一般指甲油是你擦完，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的手就是必须空在那边，然后要空好几个小时。那怎么可能呢？除非你去睡觉。
你睡起来你就会发现，诶，怎么指甲油上面我以为干了，但是上面还是会有一条一条印子，很像那种指纹啊，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我觉得不用等干的那个过程实在是太爽了，真的是太轻松了。第二，我觉得光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光疗的刷头比较好刷，但是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去买那些非常便宜的牌子，像 RCM 配的指甲油的牌子好像是比较贵一点的，那刷头就很好刷。我在美容展看到的牌子的刷头也蛮好刷的，我觉得一般指甲油刷头比较不好刷，需要转弯的地方，角落这边。我第一次刷光疗的指甲油的时候，就有种哇，这刷头也太顺了吧！接近这个干皮的地方不会乱七八糟的感觉，又更适合手残的人。而且其实色胶的颜色选择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有各式各样不同你想要有的效果。不像是一般指甲油，你可能只能就是擦那种很饱和，里面可能是珠光的，里面有亮片啊，不然就是那种单色，能做的程度就是这样。光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样，如果你觉得一般色彩的指甲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了，那你就可以考虑试用看看光疗，因为它也不像一般指甲油一样，可能后续你想要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指甲油就会开始变得有点黏黏的，不好在上面弄花样。那光疗就很适合，而且它就会，你照一个灯它就干了，然后它干了，你可能就可以去做其他的花样。光疗的第三点好处就是它可以比一般指甲油撑更久，它这种材质就是它会从你最前面的指尖地方开始剥落，如果你可能撞到啊、抠东西啊、抠表带啊什么的，就会比较容易剥落。但是其他状况下，它不会像一般指甲油一样，会从各处边边角角的地方剥落。如果你是一个可以留长指甲的人，你可能可以盯2个礼拜、3个礼拜，不用卸甲也可以。它不像一般指甲油，可能撑个5天你就需要卸了，不然就会变得很斑驳、很丑。而且它不会像一般指甲油一样，会有那种慢慢褪色的感觉。你可能前3天指甲看起来还是很亮面，然后你可能第4天、第5天就发现，哎，那个亮好像慢慢的有点消失，可能变得没有那么的好看，那你可能就是又要去卸了。但是凝胶你就是不需要补，你没有去抠到它，它就可以完好的持续着。最后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光疗的卸出其实也是蛮伤指甲的。那这个东西因为它比较厚一点，然后它需要敷，然后它其实它的去光水也是伤指甲的，因为它也是要用那种化学性的物质去溶解那个胶。那当然他会建议你把这个包起来，让它敷个10分钟之类的。那所以其实对于你指缘来说也是比较干的，那就要更勤快的保养。我自己有觉得每次卸完真的是蛮干的啦，而且我就是手贱，因为我就是有一个翘起来了，所以我就用抠的把它抠掉，我就是把它这样撕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看我的指甲，我觉得这样子撕掉比用去光水还要伤，因为我撕掉，我是多多少少有把最上层的那个指甲给撕掉，所以我撕下来的时候，我指甲就变成有点一条一条白白的，感觉我的指甲是最上面那层是有点裂开的，就是对指甲不好嘛。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指甲翘起来了，你不要去抠它，你就是去乖乖把它卸掉就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要不要去尝试看看光疗呢？如果想要尝试光疗的人，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大家一起来研究光疗。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